這裡有一個騎自行車的啊。這些是我們昨天新蓋的房子，然後這些市民他们想上班的话，他们需要先步行走上这个山頭，然後呢再乘坐這個纜車，最終來到我們城市的上方。這個纜車現在乘坐了30名乘客啊，咱們檢查一下這個客流量。這客流量如果說挺穩定的話，我們需要在上方去增加一個公交車的站牌，先把它抬高一點，然後檢查一下啊，這客流量正在前往回家莊。那麼我們如果說在山上去修建公交車站牌的話，這空地不是太大。我們找到這個兩車道的公路，比如說這條道路，咱們先把它延過來 ，OK。然後這公交車進來的話可能會有點問題啊，咱們先把這個路口先降一點點，然後前方再增加一個可以掉頭的路線，比如說這樣啊，在山上的空地有限啊，我們就做的稍微粗糙一點 ，OK。那麼我們現在再打開這個公交車的線路，從纜車站旁邊這個小路口啊，我們先增加第一個站點，然後第二個站點呢，直接讓它來到山下，添加車站。回程的話，我們讓它從對面開始出發，再來到山頂上。OK， 那麼這些市民他們在上班的話就可以進行中轉了。就是有一個問題啊，這個公交車發車站點離我們這個山下有點太遠了，咱們檢查一下公交車的那個調度站在哪兒。我記得好像在這個位置是吧？啊不，OK， 在這裡。這個是我們新出的這些公交車，咱們檢查一下，這公交車呢現在有7輛。感覺有點太多了，我們先把它取消到2輛。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節省成本，現在畢竟我們的村莊人口才5000多。如果說有出發的公交車，咱們可以稍微跟隨一點點，返回車站。這個是公交4號線，也在返回車站中。那麼新出發的公交車呢，他們來到我們的山谷裡面需要很長的一段的時間。咱們來到山谷裡面，先把這個民生的問題去解決一下。剛才我大概看到這幾個房子產生了一些垃圾的問題，所以啊，我們這個城市的垃圾車，他們也是從山頂上過來的。剛才我大概去想了一下，咱們把對面的這個土地先抬起來，然後我們在這裡去發展一些民生的設備。比如說，先看一下對面的這個高度，252，哇啊，挺吉利的。來吧，我們就從這裡開始。大概把它調成這個高度以後啊，我們再架一個天橋，直接把這條馬路給引過來，就方便我們在山谷下去大量的增加人口了。大概先做成這個樣子啊，還沒有加護岸。那麼現在我們再打開這個道路的選項，最好是在山下這些小型的小區，我們把這個道路要統一一點。來檢查一下這個橋梁，我去。我還以為兩邊的高度看起來差不多呢，然後呢，我們再貼着這個地形啊，先這樣去延伸一條道路。OK， 感覺還可以啊。在沒有修飾的情況下，這條道路可以做的稍微筆直一點。然後我們再打開這個垃圾車的選項。我們城市垃圾處理速度現在本來就有點跟不上來了，咱們直接把這些回收中心呢，通過這裡去放置2排。在靠近邊緣的位置呢，我們可以放置一個垃圾的焚化爐，這樣的話我們就不用為這些回收中心去放置電源了。先從銀行去貸2萬塊 OK， 然後這個垃圾焚化爐呢，它在燃燒垃圾的時候呢，可以為我們去生產一些電量。現在功率輸出0兆瓦，它的水源沒有連接。水源的話比較簡單。來，我們再來檢查一下功率輸出啊，目前是0兆瓦。不過這個垃圾焚化爐呢，現在不用我們為它去產生電量了。至於現在旁邊供電不足，這樣吧，我們先暫時為它放置一個太陽能的停車位。這個停車位可以產生3兆瓦的電量。某一些市民他們如果說來到這邊上班的話，也可以把汽車停在這個位置。2兆瓦，再想一下啊。這個地方它現在既然已經有污染了，那麼我們肯定是不能再蓋居民區了。咱們先把這個山坡稍微修飾一點點啊，然後去下方再發展一點人口。這個地圖目前我們玩的是一些經營啊，但整體看起來的話確實有點亂。
我們盡量用最簡單的辦法把它做的稍微整齊一點點。等後期我們把這些居民区全部連接在一起以後啊，然後這邊的民生設施離他們也不是太近啊，檢查一下這裡怎麼了？犯罪率過高。不对呀，這公交車已經來到了，這麼多乘客，那麼說明他們是有工作的啊。為什麼有這麼多犯罪行為？那麼咱們把遊戲先加速一下，然後呢，從銀行再借一下第2筆貸款。有了這筆貸款，我們就可以在对面去放置一個小型的警察局了，直接把它放在路口。這樣的話，他們出警會稍微快一點點。巡邏中，咱們可以稍微簡单的去跟隨一點點啊。下方有點穿模了。這個警車基本上就不用再去我們的身上了，他們就在我們這個村莊裡面稍微圍繞一圈，然後這個犯罪的行為呢就會消失掉了。OK， 這裡沒有問題了，咱們把這個節點呢稍微抬高一點點。哎，在這兒。哎，如果說我們把对面的这个護岸也圍起來，那麼這個地方現在看起來挺立體的。咱們再找到這個護岸的選項啊，先這樣，再那樣，最後再那樣。那麼沒有問題了，我們現在只剩下4間3，咱們可以把第2片居民區直接平鋪在這裡了。想一下啊，從這裡開一條路口，再強制一個地面啊。2片居民區，他們現在離得不是太遠，也方便我們的公交車呢可以來回中轉啊。我們順便在對面呢直接去放置一個稍微大型一點的停車位，一方面可以讓我們兩邊的電源去連接在一起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它可以增加一部分的娛樂值，讓我們旁邊的房子升級稍微快一點點。公園住宅區，這樣房子很簡單就蓋起來了。至於左邊的電源的話，咱們想一下，既然已經有了一個停車場了，咱們可以來一個遊戲自帶的一個小公園，比較簡單一點的，不用我們去建造的那種，附帶野餐桌的廣場，自帶100的娛樂值還是可以的。哎，等後期這裡的人數多了以後，我們是可以再用一下那個步行街的 DLC。這怎麼回事？垃圾車？哎，不對呀，我們城市內部的垃圾車為什麼會來到這個位置？那麼隨着我們山下的這個居民區增加呢，現在已經有了一部分的商業需求，我們可以在中間的這個小範圍裡面呢去增加一個小型的商店，最好是能夠先把它劃一個區域啊，比如說這個位置就當成一個步行區。劃完分區以後呢，我們可以在這條路的背面去開一個路口，把這個大門開在高速的出口的話，不管我們怎麼去治理堵車，它都是行不通的。小型廣場，玻璃天頂，建造費用4000。哎，這個天頂是感覺是不是有點太高了？就這樣來吧，我們先隨機的去建設小型草坪。OK， 那麼一條帶樹木的步行街道呢，咱們把這個路口呢先開在這兒，稍微繞一點點，這個是沒有問題的。至於旁邊靠近大馬路的位置，咱們用一個圍牆，不要讓這些車輛通過這個位置去擁擠，直接拉直線啊！來檢查一下效果啊！來，通過這個位置去觀察的話，好像沒有問題啊。本來在我們高速出口的位置就不能讓車輛聚集，那麼我們把這條道路呢，先暫時的擴建在前方。這樣把這條道路鋪設過來以後，我們現在每周的收入已經負3000多了啊！那麼試一下能不能把這個商業區直接放在這個步行街的旁邊，為我們多增加一點收入啊！再把遊戲稍微加速一點，3倍的一個速度，看一下這個商業區能不能順利蓋起來。還真的蓋起來了，旺家購物中心、都市購物中心出現了很多問題。步行區內沒有垃圾服務點，所以無法運送垃圾。那麼現在咱們把遊戲暫停一下，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錢了，3筆貸款都已經被我借完了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把這個稅費啊，看一下能不能再提高一下，提高到13%，13%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
OK， 提高到13以后啊，这座城市现在处在破產邊緣，你必須減少一些服務或者提高稅收。如果接受這個緊急救助的話，他會給我們幾萬克朗，但是以我們的骨氣呢，現在肯定是拒絕，肯定是不要的。我們再次的打開這個經濟啊，通過預算呢，比如說垃圾服務啊，咱們先把這個預算降到70%，纜車的預算呢降到50%。纜車有點太多了，我相信這些市民是做不完的啊。那麼用不了多久啊，我們的收入就會變得正常的啊。就是這裡的電怎麼回事啊，大哥？供電不足。目前這2個小區，咱們檢查一下啊，它產生的電源是一個太陽能的發電板。由於我們現在沒有錢建設，咱們可以把這個太陽能發電板呢稍微複製一下，再增加一個。OK， 那麼遠處用電的問題也解決了啊。那麼現在我們還欠幾千克朗，建設是建不了了，只能先去蓋房子啊。把這個房子呢看一下，先穿插在這個位置。蓋了新房子以後，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部分的稅費。下方的位置就先不來了吧。哎，這些房子蓋起來以後啊，我們可以增加幾百的人口，然後呢，讓我們的收入稍微緩解一點點啊。就這公交車現在怎麼感覺有點不是太夠用啊？咱們檢查一下這個站點。線路詳情：2輛公交車需要承載100多位遊客啊，乘客。這個站點現在等待的乘客達到了90多位。我們把這個公交車呢再增加1輛，稍微緩解一點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可能這個公交車預算高的原因是發車有點太遠了。